那么今天就画这个4尺调平的位子，就是类似这个的啊，类似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首先还是这幅比较大，它有3朵花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分解这个花瓣了，因为这几朵花就是都是前面分解过的，里面有3朵花，就是这3朵花里面有一个塔式的。有一个这个包菜型的，还有一个绣球型的3朵花啊，我们就来分解一下它的构图和颜色，好不好？一个4尺调平啊，4尺调平的。今天我们有3朵花啊，3朵就是我们平时画的这种，有最主要的三个这个类型的花都有，一个这个绣球型的，一个包菜型的，一个塔式的。那这个我们还是画好这个中线啊，这个纸的这个中线，我们画好中线之后，我们就好安排这朵花在哪里。为什么我们其实画画本身是一种创作的话，它就开始画好是没有计划的，就是画到哪里是哪里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给大家教大家怎么画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刚开始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计划的，还是要计划好。否则大家就不知道是画到哪里了。好，我们第一朵花我们可以画到这里，然后这上面一朵啊，挨着它2朵，这两朵是挨在一起的哈，这2朵是挨在一起的。然后出枝，这一朵出枝从这里出来，这里会有叶子，然后这里也会有一组叶子啊，2组叶子啊，这里也会掉下来一组叶子。然后这一个的话，这朵花我们可以从这边来出啊，从这边来出。好，这里一样的是有一些叶子什么的，叶子。然后上面还有这幅作品呢，上面还有2朵，一朵大的，一朵小的。这幅作品里面很丰富，内容很丰富哦。这一朵大的，稍微靠边一点啊，不要太正中间了，不要正中间啊，稍微靠这边一点点。然后这下面一朵这个花苞，好，我们从这个的话，我们也是从这边一起出枝，从这边出枝。怎么出的话，到时候画的时候根据这个画面，好，这里来长一个嫩芽，这边下面还是有一些叶子，两边还是有一些叶子。这一幅内容挺多，有点复杂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幅作品如果要完成的话，可能没有时间去分解它的花瓣，只能分解一下，给大家分解这个构图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个纸的中线啊，这个三朵主要的花的一个位置，偏这边一点哈，不要正中间哈，往这个左边靠一点点，这一朵花往左边靠一点点。这个3朵主要花的一个位置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。这一幅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吧，颜色就是分解颜色，因为这个花型的话，我们经常每一次直播间都有分解。今天我们这幅作品颜色，第一个我们用底色用这个太白加3青。第二个，我们这朵这个位子的话，有些时候会带一点点紫色。带一点紫色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玫瑰红和太青蓝，也可以直接用紫色。我们上次就用了这个玫瑰红和太青蓝去调和，那么这次我们就直接用紫色，好不好？用这个紫色。第二个用这个玫瑰红和牡丹红。玫瑰红和牡丹红其实有点像，但是还是有一点区别哈，还是有一些区别。如果说你这一个用这个换成曙红的话，它就稍微偏红一点；
如果你还是换成用这个牡丹红的话，它整体这个花就会偏紫一点。胭脂，然后用胭脂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的用色，大家看得清楚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分为1、2、3来画。第一朵，这个是第一朵哈，这个是第二朵，这个是第三朵。我们1、2、3这样子来分哈，3朵的花的颜色都是一样。这个是第4朵，这个4朵是一个小的哈。1、2、3、4，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画这一幅作品。这个截图颜色大家可以截一下屏哈，颜色先可以截一下屏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。首先我们来调一个底色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底色。太白加这个3青，太白加3青。虽然说这幅作品有点大，我们时间怕不够，但是调色还是要在直播间，还是要这样子，一步步的去进行哈。大家可以看，就是调色颜色调不好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调色。调色我一直讲的，调色非常重要，就是颜色调好了，你就成功一大半了。因为这个调色在这个作品中起到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加水。现在我回到惠州了，大家，我的这个勺子又换回了我们这个小勺子了。回到惠州才可以画这个稍微复杂多一点的这种作品。大家前面看那个小幅的作品有没有看烦？一直在画那个4尺4开的，我都画的这个词有什么那个叫什么构图穷了，我准备说词穷的，我都画的不知道怎么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4尺4开画太多了，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画，最后就找了一些这个图片来写生，没想到用图片写生的效果还挺好的，大家觉得是不是？图片写生的效果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太白加3青调和，调成这种牛奶状啊。好，这个太白加3青调好之后，可以试一下这个颜色，它是不是跟这个纸是不是有区别？它有个跟这个纸的颜色明显有区别就够了，哈，好，我们调好底色放到一边备用，好，我们再调出今天要用的这个颜色，挤出今天要用的这个颜料。紫色我们会用的很少，我们少挤一点紫色。紫色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玫瑰红用的比较多，我们多挤一点出来，因为今天这有4朵花。再打一下我这个手机，看一下为什么老是打不开呢？多挤一点啊！今天这好几朵花。谢谢你们的小红心，我看到了，谢谢，感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礼物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小红心。好，颜色挤出来了，来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纸拿过来，4尺调平的纸，大家还不知道这个